兄弟们，熬最漫长的夜，观最恐怖的影片。今天依旧是美恐系列，老爹的脑袋。电影一开始，母亲大美带着自己的儿子小帅来医院看丈夫最后一眼了。丈夫呢出车祸了，全身缠满了绷带，还没来得及跟小帅说句话，就领了盒饭。回去之后的大美可谓是心如刀割，虽然自己是丈夫的第二任妻子，但是俩人之间的感情呢，绝对不输第一任。而小帅这边更是难以接受，毕竟自己年纪这么小就失去了父母。第二天，法院工作人员前来宣布父亲的遗产分配，丈夫呢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让大美继承了。然而接下来的一条消息令他心痛如绞，丈夫竟要求将自己葬在前妻的墓旁，而那座墓就在房子边上的园子中，这让大美属实有点想不明白，难道死后还对前任念念不忘吗？与此同时，小帅的监护权落到了大美的身上，他本可以不管，那么小帅呢就会被送到福利院，但是大美还没有那么没良心。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大美躺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就在这时候怪事发生了。到了早上，丈夫生前的好友老黑来了，他安慰着大美说：“别担心，还有我呢。”老黑试图和小帅套近乎，可小帅在父亲离世后，整个人变得沉默寡言，不愿多说一句话。不过念在老黑曾是父亲好友的份上，小帅还是接受了老黑的善意。老黑呢，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对俩人好的，明显有别的意图。他呢，想成为大美他们家的一家之主。很快又过了一天，大美从睡梦中迷迷糊糊的醒来，一看外边浓烟四起，等走出来这么一望，不知道的以为妖怪来了。大美呢立刻拨打了消防电话，很快消防员赶了过来。奇怪的是，他们在森林里没有发现任何祸情。到了晚上，大美躺沙发上睡觉的时候，在外面闪着的蓝色光芒给她弄醒了。她朝着光芒走去，在森林里看到了丈夫的车祸现场。到了第二天，是丈夫的追悼会，小帅不经意间注意到了老黑和大美的关系有点格外亲密。时间来到了晚上，小帅这块躺床上睡不着觉，显然他对早上看到的景象满心疑惑，于是就打算问问大美和老黑是什么关系。等这么一看啊，大美喝醉酒躺地上睡着了。这时候旺财突然叫了起来，同时大美也惊醒了。只见旺财冲桌子底下拼命的狗叫，那里似乎是有什么东西。这么一看啊，突然一团黑影跑了过去，旺财呢也跟着跑了过去。大美和小帅赶了过来，那团黑影撞碎玻璃跑走了。旺财还在不停的对窗户外叫着。又过了一天，大美呢把老黑叫来了，跟他说起了昨晚发生的事，并让老黑呢吃完饭再走。同时大美也注意到了刀架上少了一把刀，怎么也找不到。到了晚上，小帅呢搁床上睡觉呢，就听见了爸爸在叫自己，让他来森林里找自己。但是一看爸爸这样啊，一个黑不溜秋的怪物盯着个人脸。到了早上，大美起来一看呢，小帅直了钩的站着呢，盯着前面的树林。没一会儿他走了出去，在树林里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一张人脸，这人脸正是父亲的。旺财这边察觉到了危险，立马跑了过去。大美一看情况不对，也上前去及时拉住了旺财。此时小帅的嘴里不停的嚷嚷着看见爸爸了。回去之后呢，大美给他找了个心理医生，心理医生就让他把自己在森林里看的东西画出来。画完之后，完事大美这么一看呢，吓坏了。为了打消小帅认为父亲没有死的执念，大美找到了小帅说：“你如果真想去森林里看看，咱们俩明天就可以去。”第二天，俩人来到了树林里，刚走了没多远，俩人就发现了一个用树枝搭起来的房子。小帅看到后，二话不说，直接跑了过去。大美见状，让他离房子远一些，可小帅却说这是父亲为他建造的。旺财呢，也不停的对里面汪汪叫着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大美想要拉着小帅回家，可小帅呢，硬是不想走，甚至还给了大美一巴掌。回去之后呢，大美给老黑打电话，让他过来一趟，并带一个监视器，说小帅呢发疯了。很快老黑就来了，大美趁着小帅熟睡之际，在他房间里放置了监视器，以便随时观察他的情况。半夜老黑呢出来扔个垃圾，开了门，旺财呢趁机跑了出去，来到了早晨，发现了那个房子前面不断的狗叫，只见里面慢慢伸出了一个头，竟然跟旺财长得一模一样。随后两只狗撕咬在了一起。到了早上，见旺财还没有回来，老黑就去找了，等找到时，旺财已经一命呜呼了。而身后的小帅默默地观察着一切。经过兽医检查，旺财身上的伤口是被刀所伤。俩人呢就准备把旺财尸体埋葬在孩子他爸的坟墓旁。等过来一看呀，孩子他爸的坟墓呢让人给破坏了。现在时间呢又来到了晚上，小帅这块呢搁这玩游戏机呢。这时候就听到排风口传来了声音，只见上面的螺丝钉掉了下来，排风口被打开了，里面伸出了旺财的头，诱导着小帅朝里面
面望去，只见父亲的脸再次出现。他告诉小帅不要相信那俩人。与此同时，大美也听到了说话的声音，在监视器里看到小帅正盯着排风口说话呢。同时，大美也看到了丈夫的脸。等俩人赶过来这么一看呢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完事大美这块有点情绪崩溃，因为丈夫已经死了，自己却看到了他的脸。她认为跟小帅待的都给自己整疯了，都出现幻觉了。回去之后，老黑安慰着大美，俩人抱在了一起，嘴呢不自觉的亲了起来。正好这一幕让小帅看到了。半夜呢，小帅跑到了那个木屋前面，跟父亲说：“你说的没错，他们俩确实在骗我呢，玩弄我。”完事父亲告诉他，等到了晚上，你把老黑弄过来，我教训教训他。第二天呢，小帅就把老黑带到了木屋前面，他提议让老黑呢进去看看，但老黑呢不傻，俩人坐在地上聊了会儿天。老黑问小帅说：“我人怎么样？”小帅呢将自己对老黑的不满全都说出来了。老黑一看情况不对，要带小帅回家。这时候木屋里面传来了声音。老黑遭到了袭击，小帅的嘴角也扬起了满意的笑容。完事过了一天，大美急忙来到了医院。咋回事呢？老黑住 ICU 了。回家后，大美问小帅是怎么回事。完事小帅说是摔的。大美一看呢，说你摔能把头骨给摔裂了。随后呢，在大美的这么一顿问下，小帅说出了实情：父亲的坟墓就是自己破坏的，然后就是刀呢不是他拿的，以及旺财也不是他杀的。大美听到后有点失望无奈的说，自己呢明天就搬走了，再住最后一宿。到了晚上，在大美睡觉的时候，突然伸出来一只手给她弄醒了。等来后的大美还是有点不放心小帅，于是就来到了他的房间。等推门一看呢，吓坏了。怪物的剧烈撞击差点让大美晕过去。与此同时，小帅呢也看清了怪物的真面貌，原来他就是伪装父亲的脸来骗自己。听到小帅的呼喊声后，大美忍着剧痛跑进了房间，抱着小帅。与此同时，怪物也朝他们慢慢走来，说我们会成为一家人的。大美呢见状，拿走了小帅手上的刀，拼命的刺向了怪物。最后怪物惊慌而逃，然后画面一转，不知过去了多少年，小帅呢已经长大成人了。他来到了那个木屋前面，在里面发现了自己和父亲的照片，还有一具尸骨。电影到这儿也就结束了。